今天呢，我们讲一下豆包团队一个新的图片编辑的技术叫 Seed Edit。那也就是它会用一种更加新颖的编辑方式就是我们用提示词来编辑图片，而且呢会得到非常棒的一致性的效果。那我们可以大体呢来看一下它的宣传片。那在这个宣传片里边，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呢都是通过提示词来完成所有的编辑，包括风格的转换、物体的移除，包括物体的增加、背景的这种编辑。这样的话呢，可以完全释放你的创造力。这个宣传片里边其实带给我们的观感呢还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几乎呢可以通过提示词来完成所有的这个编辑功能。下边这个技术的创新点呢，它也做了一些详细的说明。它重点呢还是在解决图像编辑的一个核心的难点就是通过提示词，也就是 T2I 的方式，然后来实现图片的一个全新的编辑模式。那我们简单看一些它的结果比方说这儿有一柯基，那我们可以让它飞过海洋。那你会发现柯基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但是环境呢变成了海洋。我们可以让整个这个男孩的一个表情呢发生变化，然后让房子呢飘在天空上边，让这个小动物呢成为一个向导当然我们可能这个翻译不太准是让它成为一个巫师。然后可以将这个文字呢发生变化变成 Cheap Price， 然后改变整个的灯光，将这个街道里边的人群去掉，然后改变一个人物的面部朝向，甚至呢将这个小兔子变成一个小鹿。大家看一下这个编辑的特点呢都是非常棒的。那如果你要体验这个效果怎么去做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你就是通过这个 demo 演示进到我们的 Hugging Face 上，然后进行相应的体验，但是这个用的时间会非常的长比方说我们可以简单试一个，让女孩看向右边，当然你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点一下 Generate， 这个时间呢会非常的长，你会发现有2755秒，觉得可以接受你就可以尝试一下。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豆包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豆包，那你既可以登录海外版，也可以登录这个国内的这个版本，都是可以的包括呢它现在呢也有这个视频生成的一个抢先的内测。据说抖音的这个视频的生成能力呢也是非常强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下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提供的能力呢也非常多。那我们可以先生成一个图像，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先用这段提示词，就是超写实的微距镜头下一只微型的青蛙在人的这个手指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棒。那我们大概得到4张图片。当你点这个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图片的编辑区域。它这有传统的编辑，包括区域重绘、扩图和擦除，这个呢我们回头再说。它这有这个新的编辑方式，就是通过提示词去编辑，而这个编辑呢其实就是 Seed Edit。 下边呢我们尝试一下，我们将这个青蛙变成一个蜥蜴，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对吧？你注意这个手指其实生成的还是有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呢你要注意它生成的这几张图片呢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手指还好，对吧？像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大家看一下，对吧？这个手指的状态呢都永远没有摆脱人工智能生成手指的这个魔咒，简直是一个天然的难题。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编辑的能力还是非常棒的。你要注意现在豆包上只能编辑它生成的这个图片，你不能上传。另外呢你要注意，就是它呢目前不支持英文的提示词。那我们可以大家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点一下左侧的这个返回按钮我们可以进到这儿来，然后我们再让它生成一个图片。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儿用的是一个英文的提示词。当我们去生成的时候呢可以我上次还是不行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生成的茶道的那个图片。当然中文的这个模型下边这个人物就更加漂亮一些我们点进去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这个几张图片。
进到一个类似于编辑模式。好，下边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假如说是这张啊，我们让女孩的眼睛呢看向镜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写，让女孩的眼睛看向镜头，然后编辑一下这张图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你可以对比一下原图，我们可以点开一下这个，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对，这边是编辑之后的，那这个是原图。那你会发现啊，其实呢，除了这个面部这儿变化比较大之外呢，主体的部分呢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啊，但是不是说没有变化。你注意这个背景，这个烟雾的部分。很明显，包括茶壶呢都是有变化的，而且生成的手指呢依然有问题啊，但是呢并不阻碍我们会发现这个强大的提示词编辑能力。下边呢我们再做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选定这张照片，我们假如说将女孩的衣服变成粉红色啊，那我们可以同样对比一下之前的这个照片。这是原图，这是我们编辑之后的。大家注意啊，它也是尽量的保证了整体的人物的一致性啊。但是你注意这个头发，对吧？是有变化的。背景啊，其实有点发红，就是它从整体的色调上来讲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说呢，虽然叫局部编辑啊，其实它是完全重绘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是用了一些比较强的一致性的技术，让图片呢可能变化的并不是那么大。其实你去详细观察这个女孩的容貌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对吧？下边呢，我们再来生成一张图片。大家注意啊，这个是我用提示词生成器生成的啊。如果大家经常看我视频，会发现我经常用这个提示词生成器，然后我这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啊。没有再去做任何的校正。大家注意，我们生成了一种叫水墨或者叫国风风格的图像。大家会发现这几张图像呢都非常的漂亮。好，假说呢，我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写实风格的，你看它能不能做到？大家看一下啊，它现在这个写实风格的话呢，你详细去看啊，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这种写实风格啊，它其实有点偏 2.5D 那个意思。我们把它变成其他风格来试一下啊，比方说将图片变成水墨风格或者水彩风格 watercolor 啊，大家感觉一下。那这个生成的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因为呢，原始风格和我们生成的这个风格呢是比较近似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提示词生成的图像，这个呢是两个双胞胎的姐妹啊，在这个樱花树下跳舞，而且是一个国风风格的。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假如说我们将这个让他们在云端跳舞啊，就是把这个环境改一下，让女孩在云端跳舞。那我们对比一下，大家看这两张图片啊，整体的状态还可以啊，但是女孩呢其实稍微有一些变化啊，但是角度啊，整体的这个形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它对环境的这种变化其实还是比较棒的啊。然后呢，我们再试一个，我们拿这个，我们让它在月夜里边跳舞。那这个呢，图像有点崩了啊，但是整体环境修改的呢也是不错的，而且呢，它保留了原来樱花的这个效果，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它在修改整体的环境方面能力很强，但是改变风格的能力呢，其实不是那么强，尤其是风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啊。当然可能跟原始风格有关系啊，比方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点上这个。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什么风格呢？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油画的风格，看这个是不是会好一些？
这个好一点，但是个人觉得不太像油画，是吧？特别像年画啊。所以说呢，风格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的别去在豆包里边做这样的事情啊。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下比较逼真的肖像。这个呢是一个宫女在插花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在豆包里边生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特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来，大家看一下啊，都是清朝的这个形象。这种形象其实在国外的模型里边很少见到。国外生成的国风啊，一般指的都是唐宋啊，或者是明这样的一些人物。清朝的这种风格的人物生成的倒是比较少啊。那这个里边呢，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花纹啊，非常绚丽的一些背景，包括它每一个图片呢都有这样的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就非常漂亮，对吧？下边呢，我们简单做一下编辑啊，我们找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比方就这张的光呢，现在是从这个方向给它打过来的。下边呢，我们让光从左边打过来啊。这儿呢，我们写一下啊，灯光从左侧摄入。大家看一下，光其实从哪儿打过来的呢？还是从这边啊？其实是从它的左边，这个你就要搞清楚了。那这种光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包括在背景上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到位的，对吧？好，下边呢，我们继续来做一些编辑。比如说这张图片，我们可以让女孩看向右边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比较清楚了。下边我们看一下它基础的这种图片的编辑啊。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Seed Edit 的这种编辑。那基础的编辑呢，我们来挑一张图片比较漂亮的，比方这张非常漂亮啊。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扩图。这个扩图比较简单啊，你可以直接把它扩成一个16:9或者9:16的，这个都行。比方呢，我们来看一下16:9，啥也不用写啊，直接按新尺寸生成图片就可以。大家会发现啊，这种绘制能力呢，其实还是有问题的。你看一下，这个接缝的地方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这个外边和里边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环境是不太一致的啊。这个明显已经进到了一个室外的环境，所以说它这种绘图的话，应该说和我们的绘图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扩图的时候呢，同样会出现这种环境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我们连提示词都没有写嘛，对吧？所以说它应该是用原来的提示词直接生成的。好，下面呢，我们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试一下这个上下的扩图啊，就是我们采用一下9:16的，应该这个效果会更明显，因为它需要将这个人物呢给它捕捉出来。哎，出乎意料，这个扩图反而非常的棒啊！我们可以放大大家看一下。这个扩图反而非常的棒，对吧？哎，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接缝的这个地方呢，不太明显，是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把它扩一下图啊，这样。大家看一下，这个在宫廷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如果看上面这个，其实宫廷的这个感觉还是有的，而这个就像一个民宅了，对吧？而且有点像西方的这个。那可能我们会假设这儿是不是一个暖气啊？这个不用去管它。然后呢，它这儿也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方说擦除物体。那我们可以擦除一个物体啊，擦除什么呢？我们擦除一下这个地方吧。要擦的物体其实不太多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其实是被我们擦掉了。重绘呢，就是你可以在某一个地方呢放一些东西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选定一个区域啊，比方说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想放一个什么，比方说一杯茶，大家会发现放了一杯茶，问题是有点太大了，是吧？就是它在这个构图比例上呢是不和谐的啊，不太像茶，像什么呢？像花盆啊。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太大了啊，因为我先进行了一个9:16的竖版扩图，又进行了一个16:9的横版扩图，所以说这个图呢就很大了。那它出现这样的效果呢，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
做这个手绘区域的时候呢，可能选的也会比较大啊，你可以适当的小一点。那我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演示，是为了给大家说明啊，你会发现豆包现在在图片的生成和编辑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尤其是呢，我们这个 Seed Edit 这种技术的加入，让整个的这个图片的生成和编辑呢，变得非常的简单。效果呢也非常的高，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搭一个工作流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啊，技术呢只是为了辅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大家很多人都会说在纹身图里边会有鄙视链，对吧？说这个做 Conf UI 的会鄙视这个做 SD 的啊，就是 Web UI 的，然后 Web UI 的呢可能鄙视这个 Midjourney 的。那也就是说，他认为 Midjourney 是最简单的提示词嘛。那 Web UI 除了提示词之外呢，可能还要做一些配置，需要附加一些其他的模型。那 Conf UI 呢，可能能做一些更加复杂的流程啊。但是你要注意啊，所有的都是说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呢，这个是第一要素。大家不要排斥啊，使用这种线上的工具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或者是编辑图片。好，还等什么？赶紧去尝试一下最新的这个 Seed Edit 技术，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